哇，看这一块烤羊腿，好棒呀！给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国旗呀？因为今天是冰岛这个国家的生日。冰岛呢，其实并没有太久的独立历史，它现在1944年6月17号从丹麦王国里独立出来的，所以今天6月17号是它的国庆日，一个年轻的国家。So beautiful, huh? 你说 You look so pretty. 冰岛国庆日的庆祝源于1944年6月17日，当时冰岛正式从丹麦王国脱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此之前，冰岛一直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地。国庆日标志着冰岛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重要历史时刻。快看，彭瑞来啦！音乐响起来啦！他们呢？琳达，你刚刚看到老鹰了吗？冰岛国庆日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庆祝活动，通常在首都 Reykjavik 举行。活动包括了游行、音乐表演、舞蹈、户外活动、集会和娱乐项目。人们会穿着传统的冰岛服装，展示国家的文化和自豪。我们刚刚知道这个 stroller 已经有30年了，是之前妈妈小时候的，现在又给孩子用了。You want it on both sides? Both sides. Okay. 冰岛国庆日当天，国家的蓝、白、红3色国旗会在各个地方升起，庆祝独立和团结。冰岛国歌《我在冰岛》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人们一起唱起国歌来对国家表示热爱和尊敬。看，他们现在在玩一个传统的推车项目，这个小姐姐推一个大姐姐。哇哦，这个跑得好快啊！哇！好了，妈咪带我们要准备开始喽 ，Let's go！ 出发！好，下面到我们的爸爸和咪达要出场啦。Say hi, high five. Are you ready? Let's go. Go， 出发！好玩吗？我们现在来到了穿越时代，看 Viking Festival。他们一般是每年夏天的6月份会有举行，但是因为疫情已经有时隔3年没有了哦，今年又回归了。我们来看看人们是怎么穿越到古代维京人的时代。他们以前人做饭的工具。他们好漂亮呀！看什么？大牙齿。这是羊毛。刚刚你拿的羊毛就是这种用传统的方式染色的。
啊 peace. ，peace。 Make peace. 可能保佑耶。Sini ada sana. Wow, it's actually an instrument. Yeah. Wow. So jaw harp or Jew harp has no negative connotations, but it is it's connected to their culture. It's something that kept found over Europe. And it uses the vibrations of the pin amplified by the jaw, so called the jaw harp. And then if you breathe in and out, you are able to amplify the sound even more. And then you can use your tongue to make different noises. So I'll demonstrate with 4 picks for each. So no breathing, breathing, and then with the tongue. And then, so it's different sounds. So your mouth is part of the instrument. Wow. 这是什么呀，米丹？不知道。这是他们的腰带，还有别针。对，佛茶嘛。佛茶嘛。我也想玩这个。你问问他怎么玩。Is this fox? Yes. You want to touch it? Oh, wearing your friend. You look lovely.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What's in here? Not as cool stuff. Because it's not biting stuff. Shh. You want to try? It's made from a bone. Yeah. From a cow bone, I think it is. From a cow bone. Oh. Oh, that's an ear pick. And it's actually made from find in graves. Was det här? Like this. Was det här? Vill du kolla? Oh, why is it a woman's knife? Because back in the day they had, it's like the predecessor of the pocket knife. Oh. It was in a necklace around their neck, Like this? like this. Oh. And they would have a sheath around it, of course, because if it's sharp, you have to have something to protect it. Right. So they 9, 7, and almost 2. 9, 7, almost 2 years old. Wow. They're like learning about the tradition, learning about the culture. Yeah. Nice. 维京文化是冰岛历史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自维京时代，大约公元8世纪到11世纪，是冰岛人在欧洲和北大西洋地区的海上活动和文化传承的体现。维京人是北欧地区的海上探险者和勇士，他们探索并定居了各个地区，包括冰岛。冰岛成为维京人的重要定居地，他们在此建立了村庄和社区，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哇，看这边，比完舞以后，享用一顿美餐。That's lamb. This is goat, kids. Oh, goats. Baby goat. 冰岛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维京时代的历史和传说。这些传说被记载在埃达等文本里。冰岛人对他们的维京祖先感到自豪，在文化、艺术、文学中都得到了体现。维京文化中的宗教和神话体系在冰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岛人信仰北欧的诸神，这些神话被记录在埃达文本中，成为了北欧神话的重要来源。
看着周围啊，那么多人都穿的传统的维京时代的服装，然后就好像是我是一个使用了超科技的手段穿越回了维京时代的现代人。对，我觉得地球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地球上有那么多不一样的种族、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文化，这就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财富。What's in the jar? So this is honey and butter. This is like a traditional pancake. It's bread. It's flat. Sorry. 看一下这边的烤肉啊，哇，真的是太香了。烟熏肉，然后这有一些麦芽主食，米达又做了什么样的玩具啊？搭积木呢？那我在做science。你在做 science， 对，这是科学实验，是不是啊？米达和周周之前在印尼朋友的小村里玩泥巴，现在来了维京人的村里面搭积木，是不是呀？哦，警车。这个不是警车，房顶让我搭的是配房顶，搭的是房顶。我酒店。哦，大酒店。Cheers。米娜看，这就是烤羊哦。看感觉好好吃，我都想吃这种饼。对，这饼看着好棒呀。我想帮他们。想帮他们做饭，对不对？我想帮他们压饼，压饼比较 easy。压饼比较容易，米达可以做。Excuse me, can I have a dough? I will knead it for you like this. Okay. I would ask the green one. Use this like this. Oh. 只要这样让我觉得拍比较用。哇，看这一块烤羊腿，好棒呀！维京文化的饮食反映了北欧海盗和探险者的生活方式，通常在海上航行，在不同地区定居，饮食也是基于他们的环境所提供的资源而定。维京人已经在准备吃饭啦。看，我们是这里唯一的不是维京人的几个人。什么？我们是穿越到维京时代的。对，我就觉得我们像是坐了时空机器，穿越回了维京时代。这里遇到了很多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这里的一些卖食。
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个特别好的文化传承活动。你就想让小朋友们来这里开开心心的玩一天，穿上这些传统的服装，然后感受一下这里的人的生活习俗，他们自己就自然自发的就觉得，哦，维京人是我的祖先，原来维京人我们的祖先曾经是这样生活的。其实与其在博物馆里或者电视或者动画上面看到，这样其实才是设身处地沉浸式的感受，是非常好的文化传承。通过这个在冰岛的维京节的体验呢，我们真的觉得，你看怎么样去传承一场传统文化呢？传承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孩子们从中感到乐趣，真的是 live in the culture。你就想象，如果小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这么酷的衣服、这么酷的玩具、这么酷的活动，然后在这中间就不自不觉的就是把自己沉浸在其中，其实真的是一个已经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的一个结果。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有趣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们如果想让孩子们学习一样东西或者传承一种文化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本身变得有趣，这样不需要我们外力去驱使，而孩子本身就会有内驱力。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永远不要让学校阻碍你的教育 ，Never let schooling interfere your education。教育和传承文化这些事情本身就应该是贯穿始终的。当我们把它变成有趣的过程，是有创造力的，孩子本身自己的自发内驱力就会使得这件事情传承下去了。我们现在的地方呢，其实是一家度假村的 Kids Club， 就是儿童俱乐部。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家长也参与其中，跟孩子们动手做游戏。这些看似并不是这种比较条条框框、板正的学校教育，但其实本身带有的教育意义也非常重要。而且家长和孩子参与其中，一是让孩子有趣的这个兴趣，还有就是跟家长也是一个很好的 bonding。所以我们之前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让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其实是花一半的钱，但是花更多的时间陪在其中。像我们在维京节就会看到非常多的家长本身就在 live the culture， 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去体验，这就是一个让孩子寓教于乐的过程。对，人们现在在这里带孩子度假，同时跟孩子一起在儿童俱乐部里面做手工，学习一些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参与其中，也都是非常好的教育的方式。教育并不只是，就像马克·吐温说的，不要让学校限制和阻碍了我们的教育。